不是每个天使都长有翅膀，不是每段旅程都适合飞翔，不是每次相遇都只是偶然，总有些人在你生命留下温暖。当人潮渐渐消散，谁陪你度过心慌？那些关怀鼓励一辈子陪伴，每颗心都该注满纯真善良和勇敢。我们都是别人的天使，用爱播种希望。喜乐无常，内心却感动满满，爱能照亮那些孤单的心房，有种力量能传递千千万万。每个人都是天使，让这世界找不到忧伤。你来了，为什么你要骗我，说你来割痔疮？要不然我来割什么？我已经知道你是来捐肝的。捐肝？他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什么时候说要捐肝？你在开玩笑，我就走了。哎，不要生气啦，你先听我说啊。捐肝其实也没什么，而且院方会承担所有的检查还有手术的费用。还可以免费检查身体，是不是？对啊，可以捐肝表示我身体很健康，你应该为我高兴啊。你说够了没有？没有人会为了这一些而捐赠器官的，你为什么要瞒着我？我不想你为我担心，我只是在做我该做的，能帮就帮。没错，你是在做好事。可是我真的是很生气。你为什么会生气？是不是担心我出了事，以后再也看不到我？你知道就好。那你就接受我的感情啊，王若君，我现在正式向你求婚，嫁给我好吗？王爷，你要吃什么云吞面啊， ？OK，我去买。不要菜哦。知道了，知道了。小弟弟，你生病了，没有啊，你脚受伤了。那你怎么坐在这里玩手机，让你妈去买你要吃的东西呢？你多大了？还要你妈服侍你啊？我又没有逼他，从小到大都是他去买的。你都会说从小到大了，那是你小时候，现在你长大了，应该轮到你去帮你妈买。你怎么把她当成佣人呢？你还不是一样要别人 serve 你？她是我妹妹，帮我买没问题。有时候我也帮她买，可是你就不应该。杨弟，卖 own business 哦。你怎么这样没有礼貌啊？姐啊，少一句吧，算了。我在教她做人的道理。我知道，我真是服了你，连个搭台的你也可以吵。你没有看她刚才对她妈妈的态度，好像理所当然。这样孩子到底怎么了？你也不能怪这些小孩子的，是家长宠坏的啊。他们什么都听他们做，所以他们养成习惯了，一切都理所当然。如果是我的孩子呢，我一定严加管教，不让他们变成这个样子。那快点结婚生孩子吧，我拭目以待。我才不要结婚呢！最近好像没有看见大江了，你们怎么了？很好啊，他过他的，我过我的。不是吧？上回你说要分手，你是认真的啊？大江怎么可能答应呢？
再说你们已经谈婚论嫁了，他是不答应，可是由不得他。我看到一强这样对你，觉得感情婚姻都是假的，所以快刀斩乱麻，回头是岸。姐，我都已经放下了，你不要因为我的事而耽误了你的幸福。不关你的事。一强和大江不可以论为一谈的。再说大江没有对不起你啊，你不能因为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事而拒绝这段感情，对大江很不公平的。我是防患于未然，就像打预防针一样，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来后悔、失望、受伤。姐啊，我们应该活在当下，把握现在，做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你以前不会说这些话的，你变了。我最近认识一个有趣的人，多少受他影响。再说，生了这场大病，很多事情我都看开了。总之，你不要再劝我，我对婚姻是完全没有幻想。我宁愿选择和你跟妈过一辈子，相依为命。我可能不会跟你一起单身到老。你见过鬼还不怕黑啊？我本来以为自己不会涉足感情，可是这个人，你说谁？我记得了，妈跟我说过，有个男的对你很好，又送书又送汤的，就是那个你说的有趣的人啊。他叫阿木，你们已经在一起啦？算是男女朋友了。这么快啊？不算快了，只是你不知道罢了。你怎么没有跟我说过啊？我怕吓着你嘛。你没有跟我说，更吓着我，还学人家玩地下情。我也是考虑了很久才接受他的，所以我谁也没有说。其实什么？阿木向我求婚了。求婚？我还在考虑。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你了解他吗？你懂他是什么木吗？花梨木还是檀香木？我虽然不是认识他很久，但是我知道阿木是个好人。你怎么知道啊？写在脸上啊，报纸上有登啊。他为善不为人知，经常到医院来做义工，也时不时到老人院煮东西给老人家吃。不为人知，那你又知道，他到医院当义工，煮饭给老人吃，不错，是做好事。可是可能他在赎罪呢。我也无意中发现，他捐肝给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又不是捐给你，你何必以身相许呢？我还没有答应，你不要这么偏激好吗？我怕你受骗。我又不是富婆，我现在又病又残的，有什么好骗啊？你好，原来是你啊！是我，请坐。不必了，我说几句话就走。好，你问我答。你真的喜欢若君？是的，你喜欢她什么？大姐。不要叫我大姐，请叫我若恩。好，若恩大姐，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我就是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感觉，很自在，很自由，有聊不完的话。你应该知道，若君刚刚结束一段感情，又经历一场大病，好不容易从谷底走出来。你向他求婚目的是什么？他跟你提起了，看来他有认真在考虑。我能问你，你的职业是什么吗？我什么都做，算是打散工吧。收入不固定，但是时间上很自由。那当然，要不然你哪有这么多时间追求女孩子？看来你在我妹身上下了不少功夫啊。若恩大姐，看来你对我的偏见很深。我觉得一个男人要娶一个女人的话呢，至少他有养活一个家的经济能力。我有啊。再说，若君也有工作，她这么独立，这么能干，她不需要我养。我就看得出，你肯定是看上她的钱，想要利用她的善良来养你。原来她这么有钱的啊，那更好。
我本来不知道的，谢谢你告诉我，我一定会努力把他追到手。你卑鄙无耻！我还会不择手段。你等着瞧，我一定会查清楚你的底，不会让你得逞。许思翁，你是？你不记得我了？彼得川，几年前我跌断了脚，在医院住了2个星期，都是你照顾我的。对不起，我病人太多，我认不得你了。没关系，我记得你就好。来看病啊？哎呀，完蛋，不知道跑去哪了。干嘛？惨了，看到你太开心了，忘了我本来在跟踪一个人啊。你在跟踪人？你是私家侦探啊？我已经很低调了，没想到还是被你看出来。看来我是天生吃这行饭的。能不能请你帮我查一个人的背景？不好意思，等很久啦。不会不会，你肯来，我已经很感激了。大家都很好奇，你怎么突然间辞职？师傅没有告诉你啊？他叫我自己问你。我想给自己3年的时间，在另一个领域打拼，赚更多的钱。这一直是你的目标。不过我这么做也不完全是为了自己，是要给身边的人过上更好的日子。当护士不能让他们过好日子吗？是可以，不过阿妈她都100年纪了，我不能让她等。你把阿嬷搬出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劝你了。那你的护理课程念到一半怎么办？校方给我1年的 leave of absence，1年后再做打算吧。你是一个好护士，将来一定要回来，不然就真的太可惜了。好啦，你把我叫出来，是不是想叫我投资？其实王，你真的很厉害啊！那我就有话直说了。你看看，这是我们的投资计划，只要你投资5万，每1年你就会收到20%的利息，也就是1万。投资期间是10年，也就是说，在第5年的时候你就会回本，第6年起你就会开始赚钱，基本上你可以赚到1倍的钱。利息这么高，你公司做什么生意的？公司主要是买卖房地产、造船、物流、专油，都是赚钱的生意。虽然我们的公司很新，不过我们的资金雄厚，根基稳固，现在已经在申请上市了。谢谢你介绍我投资的门路，但是我对赚钱没什么兴趣。其实忘了，我知道一直以来你对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兴趣的，不过你是我找的第一个客户，你就帮忙支持我一下嘛。好，我投资1万。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没有说清楚。公司规定，如果要开投资户头，最少要2万。好吧，就投资2万。谢谢你啊，石东。文华，我希望你明白，我投资是因为支持你，并不表示我赞成你的做法。总而言之，我祝你成功。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为什么会好好的护士不做，而去搞投资呢？我想趁年轻的时候赚多点钱。当护士可是铁饭碗啊，它能够让你升职加薪，能够让你上课提升自己。哎，再说嘛，想要有钱不是在于你能够赚多少，而是在于你能够存多少。可是刚好有个赚钱的机会，我想把握嘛。哎呀，做人不能够只看眼前，要往后看。你千万不要为了捡一个芝麻而放弃手上的大西瓜。我看你是倒过来说了，我是为了捡西瓜放下手上的芝麻。问题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芝麻，这是一个会发芽的种子。那只要你好好的栽培，有一天它会开花结果，它会长成一个为你挡风遮雨的大树。Mr. Zhang，自从你跟来跟复合，你变得很有墨水啊。怎么样啊？有没有兴趣投资啊？我手上是有一点钱，可是这可是我的养老金，我的棺材本。再说，我现在整天要进出医院，这钱对我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就更应该投资啊！你看，现在通货膨胀，钱越来越小，你没有工作，你更应该想办法让钱生钱。好吧，相信你。好啊，那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我慢慢向你解释我的投资内容。来。
为什么你不当护士？为什么每个人都问我一样的话？你是个好护士啊，你辞职太可惜了，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损失。放心吧，医院还有很多很好的护士的。哎，如果每一个护士都像你这样的想法，医院啊很快就没有护士喽。我是很喜欢当护士，不过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赚更多钱啊。当护士就不能赚钱啊？是可以，我就是嫌它太慢啊。那我这个当补鞋的不是更慢？那你知道你又不转行？这个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爸爸传下来的手艺，你知道吗？我看做一双原本就要丢掉的鞋子，经过我修补以后又可以上路，哎，我有满足感了。在某一个意义上，我的工作跟你的工作是有点类似的。你是说我以前的工作吧？是啊，年轻人有些事情是急不来的，太快呢会出问题，就像汽车一样，一旦超速很容易出意外的。哦，我知道了 ，Mr. Ma， 谢谢你啊，你说的话我就没记住了。我帮不到你哎。如果我有2万块钱哦，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了。你放心吧，我不是来找你投资的，我是请你帮我做宣传。以后有人找你补鞋，你就把这些传单交给他们。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叫他们打电话给我。这个我可以帮到，不过你知道啦，来补鞋的人都是经济能力有限的，有钱人不会来补鞋的。这双高跟鞋是我先生送给我的，请一定要帮我修好。没问题，没问题。啊，你好，我叫李龙华，请问你贵姓？我姓陈。陈女士，你好，我想向你介绍一项投资计划。对不起，我不感兴趣。你给我5分钟吧，就5分钟，我保证你听了一定会改变主意的。请你走开，不要骚扰我。他以前是当护士的，照顾过我，我绝对可以担保他这个人是信得过。当护士很好啊，为什么不当了？我不喜欢推销员，不过我很敬重护士。好，尽管说吧，反正我在等鞋子补好。啊。恭喜你，第一天开工业绩就那么好，我果然没看错人。那就要谢谢我以前的同事和病人，他们都很支持我的。很好，尽量扩大人脉，钱才会继续进来。明白了。厉害，竟然有人一下就投资8万。你有这么有钱的朋友吗？他不是我的朋友，是我碰到一位在等待补鞋的富太太。你真是有杀错没放过。知道今天赚多少吗？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佣金是10%，那应该是14000吧？错。对不起啊，我是不是算多了？是你算少了，只要达到业绩目标，年终奖金就可以多拿5%。不好意思啊，这个电话。喂，是燕。要不要一起吃晚餐？不行啊，我在跟我老板开会。哦，那好吧。拜拜。女朋友打来，你这样拒绝她，她不会生气吗？我想她会明白的。你在为你们的将来打拼，如果她不明白，那就换一个可以明白你的女人啊。我是不会换的，我只要她。真的是有情有义。其实你们当护士挺好的，身边的人很真，工作也很有意义。说真的，我离开了之后，还是有点不适应。那你为什么不继续当护士呢？阿妈，回来了。阿妈，冷气装上了。你干嘛？我问你，你是不是被医院炒鱿鱼了？没有啊，我刚刚下班了。你当阿妈是白痴哈？
你一整个礼拜带同样一件制服去上班，都不用洗呀，还骗我，是不是被医院开除了？妈妈，我不是被开除，我是转行了。好好的护士不做，做什么？我知道做护士很好，不过我想飞黄腾达，我想让你过上好的生活啊！你看，我买这些冷气啊，就是为了要让你过上舒服的生活嘛。飞黄腾达，你以为那么容易啊？你现在做什么？我现在在做投资顾问，如果有人要投资的话，我就可以抽取佣金，很好赚的。你拿人家的钱去投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你拿什么赔给人家？李龙华，一天就赚了1万多块，这不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吗？为什么你好像不是很开心？妈，现在要你陪我吃这些清淡的食物，为难你了。不会啊，自从跟着你的生活作息，不仅仅是我的体重减轻了，而且啊，最近我的身体检查报告出来了，样样优等。你再不来看我，可能就没机会了。妈，我出去一下。是谁呀？什么事情这么紧张？是阿木，他在医院，我去看看他。因为医生说我很快就可以出院喽。哎，怎么又不去了？这个阿木正在开玩笑，我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呢。别管他，吃了再说。会开玩笑的男人才好，有幽默感，而且啊，生活在一起才有生活情趣。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一定是洛恩来了。姐，妈真厉害，猜到是你。妈，哎呀，当然准啦！阿木在医院，我在这里，不是他还有谁呀？还有 XYZ 呢？出了什么事啊？脸色这么难看的。不好的事，是关于阿木的。你去找阿木了？我还找了私家侦探查了他的底。你为什么要查阿木啊？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不能让我妹妹掉入他的陷阱，被蒙在鼓里，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你查到什么？他曾经是杀人犯还是通缉犯？这些是他背景资料。他以前是网络公司的老板，有几千万的身家，这些他都没告诉你吧？而且他还结过1次婚。什么？他结过婚？2012年，过了4年了，而且已经离婚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重点是，他那么有钱，竟然连前妻的赡养费也不肯给。你说这种男人还靠得住吗？你为什么板着脸不说话？在生气啊？其实我没有骗你啊，医生真的说很快可以出院，可是我没想到他说的很快是还要多2天。我不是为了这件事情不开心。那到底是什么事？你说出来，也许我可以帮你解忧啊。如果你发现你的好朋友对你隐瞒一些事情，你会怎么做？那要看是什么事，对你有什么影响，有没有损害到你？损害到没有，可是影响了我的心情，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我觉得你是庸人自扰。你之所以被影响，改变对他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瞒着你，不告诉你，对吗？那你认为为什么他要瞒着我，不告诉我呢？也许他有苦衷，或许他认为有些事情无关紧要。你有事情瞒着我吗？没有啊。你结过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原来你说的好朋友是指我。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你是千万身家的人，
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穷呢？大姐说的对，我只知道你叫阿木，却不知道你是一块什么木，真的不了解你。你没问过我，我以为你不在乎啊。这些事情不是你应该跟我说的吗？那好，我问你，你这辈子谈过几次恋爱？3次。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这是2回事，你不要强词夺理好不好？过去的事真的这么重要吗？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应该关心的是未来。未来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2个人在一起，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诚信。请你相信我，我不是刻意要隐瞒你过去的，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说。有些事情知道了对你没什么好处。我就是很相信你的，所以我从来没有问你的过去，直到现在。只因为有人跟你说了些什么，你就开始对我失去信心，怀疑我对你的诚意。为什么你不相信自己的判断？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好吧，好吧，你想知道什么，你尽管问。算了，现在就算你想说，我不想听。Sister Wong， 你就这样把我丢在这里，你不推我回房吗？我就知道你没那么狠心。睡过头了。睡过头就睡过头吧，难得休假，是不是？而且你现在是2个人睡，多睡一点。不错，要迟到了。放心好啦，我已经送他上学了。坐下来。这么早？干嘛不叫醒我啊？因为不错，他很担心你带着球跑会很辛苦，叫我不要叫醒你。他真的很懂事哦。对，我也是很懂事啊，干嘛也没有称赞我？好笑。Anyways， 接下来啊，不错呢，就由我来带。你每天呢就是专心啊，吃东西、睡觉、养胎，吃东西、睡觉。哇，那我不是变成胖猪了？吃完早餐之后，胖胖要不要去逛 shopping center 吹冷气？胖胖你的头啦，胖胖。喂，你们搞错的啊！这个是人行道啊，怎么可以横冲直撞啊你？哎呀，算啦，骑在马路上也很危险，他们也是被逼上来的，就包容一点吧。好，为了你呢，我就包容他们。不过从现在开始啊，我走在前面啊，以防万一啊。什么？万一他们从后面撞上来呢？你说的也是哦。不过只有个我来怎么办呀？哎呀，你过度紧张了。很多时候呢，你越紧张，事情越会发生。最好是顺其自然 ，OK？ 我还是喜欢牵着你的手一起走。我也是 ，Me too。哎，不错，爸爸。我想在宝宝出世前带不错出国旅行。为什么不要等肚子里面的孩子出生之后我们才一块去呢？是你说的啊，孩子太小，什么都不懂，浪费钱嘛。哦，这你就不知道了。此一时，彼一时啊！你想想看啊，我们抱着那个 baby 啊上飞机哈，第一啊，我们不用花他的机票；第二呢，他们一定会给我们那种很好的位置，就在前面front row，那个 leg room 很宽的，很划算的。你是不舍得花钱，再跟我是缓兵之计啊？我像是这样的人吗？不要回答。我是真的很想呢，带我们全家人呢一块儿出去旅游。不过现在啊，也有孕在身，不适合舟车劳顿，你说是不是？是，什么都听你的 ，OK。我跟你讲啊，我替我们的孩子啊想到一个名字了。不是说好这次由我决定的吗？哎呀，我说出来，你或许会喜欢呢。Ready? Wait for it. OK。就叫做不二。No。Why? No， 不二是很好的名字啊，不二选择嘛，对不对？不二有那个唯一的意思嘛。你不要讲 no， 没有比不二更好的名字了。我还是觉得很奇怪，很奇怪。你再让我想一想，可以吗？有什么好想的？不二很好啊，你看啊，不二法门，忠贞不二，肚子不二，肚子不二不可以了。Hello, friend。
不是讲好的吗？进来 shopping mall 呢是吹冷气的，你进来这里干嘛呢？不要被这些东西给迷惑了 ，not your size 啊，走啦。哎呀，我在吹冷气嘛，看人语又不用钱。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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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哎呦，不错，穿这个一定很可爱的。他不穿的话也很可爱的。我们很久没有买东西给他了。因为他不缺啊。喂。 虽然他很懂事，但是他可以察觉得到我们很关心肚子里的孩子，好不好？我们应该买东西给他，让他知道我们没有忽略他嘛。Hello friend， 如果你真的要他感受到我们的爱的话呢，就多点时间陪陪他，不是用物质上的东西去安抚他的啊。Hello， 嗨，Miss谢。嗨。 在想些什么？想男朋友啊？怎么可能？他还有脸来见我？对不起啊，我的意思是，在想新的男朋友啊。我也想啊，要等我出院。说的也是啊，很快的你就可以出院啊，大杀四方了啊。其实我很想见见救我的人，你知道他是谁吗？你知不知道啊？ 法律呢和专业操守规定，医护人员对每位病人和捐赠者的隐私以及病历护理都必须进行最严格的保密。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是男的还是女的？非常对不起，因为对方呢不想让你知道他是谁，所以非常抱歉。我猜是男的，帅吗？帅又怎么样啊？重点是他的心肠好不好啊？这么说，我猜对了。 什么都没说。那他还在医院吗？我真的很想亲自向他道谢。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他说谢谢的话，你可以写一张感谢卡，那院方呢会替你交给他的。Mr. 谢，就算我求求你了。非常抱歉了，无可奉告。好好休息吧。 哇，还好我提早过来。如果我再迟5分钟的话，你肯定就跑人了。你不是来跟我要住院费吧？说好是院方负责的。怎么一拐就不见了？这话也太夸张了吧！你行善不为人知，真的是蛮难得的，不是很多人可以像你这样的。我只是捐出了我部分的肝，又不是要我的命。 喂，在干嘛？我好像找到捐肝给我的人了，是他。可以走了。啊，不等大姐啊？她应该不会来。为什么？可能在生我气吧。哦。既然是这样子啊，我送你出去，顺便请你喝一杯。你请我啊？嗯。走啊，来，帮你拿。哎呦，干嘛偷偷摸摸的？ 因为对方要求保密，Mr. 谢有责任保护对方的隐私，不能让我知道他是谁。那你就应该尊重人家的意愿啊，跑来偷看。不行，我还想多看他几眼。快！来，开水。哎，你说请我喝一杯就是喝这个？对啊，白开水啊也需要给钱啊。哎，我鸡婆一下啊，大姐干嘛生你的气啊？她气我隐瞒一些事。什么事啊？ 一些过去的事。没想到我的救命恩人这么帅。好了，不看了，走了。等一下，Mr. 谢怎么这么吝啬，竟然只请我的救命恩人喝白开水？Mr. 谢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不行，我一定要有所表示。什么表示？女人啊，是最介意过去的事情。 你干嘛不要一早就告诉他呢？他没问，我也不想再提，就这么简单。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他的。我一直认为，相信我的人我不需要解释，不相信我的人，我解释的再多也没用。什么没用啊？哎呦，你知不知道啊？这句话害死多少个人啊！如果真的是有误会的话呢，就一定要解释清楚。相不相信呢是他的事，除非你不在乎他。 大姐之所以反应那么大，原因很简单啊，是因为她在乎你啊，阿木。哎，你是不是
太多人叫你阿木，变成你已经是一个木头人了哈啊！先生，你的套餐。哦，你点的套餐。啊，他没有点，不过钱已经付了。哦，有可能哈，是大姐在暗地里哈请你吃东西啊。我知道你不想见我，不过我真的很想当面谢谢你。你谢我干嘛？你认错人是吧？你救了我，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份套餐表达不了我1/10的心意。你不要看我啊，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小事一桩，不要放在心上。那既然你都已经道谢了，可以走了哈，哈哈，拜拜。拜拜，谢谢。好好照顾身体啊。一定会的。啊，你的笔盒刚才忘了。哦。拜。拜。我已经解释了，信不信由你啦。哎呀，吃你的套餐啦，这是人家的一番心意。我不饿，你吃吧。啊，你真的不吃啊？那我就吃了，不要浪费食物啊。这个你可以喝。那今天呢 ，Kate and Jam 呢，他们去上课，所以我们的人手呢是非常的紧张啊，所以我就调了那个阿朱妈过来帮我们。今天的 Doctor on duty 呢是菜鸟捞，哎呦，拜托拜托，好心看他一下，不要让他乱飞呀。讲人家菜鸟，你没有经过菜鸟阶段吗？我曾经也是菜鸟啊，而且是小鸟，我只是提醒你而已啦，大致上就是这样子了啦。好了，谢谢，拜。大姐。谈完了这事了，我们现在可以谈谈私事哈。我不喜欢八卦别人的事。哎，我也不喜欢哦，除非是你的事。我有什么事可以让你八卦的？我问你啊，你是不是生阿木的气呀？哎呀，就因为人家不要把过去的事情告诉你，你也不需要小气到哦，不来接人家出院吗？你跟他交情不错啊，你接他就好了。都讲是过去的事情了，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你为什么那么在意？说真的，我不是在记忆他过去，我是气他瞒我。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再相信这个人。那我问你啊，你是怎么样评价一个人的？凭他说的话还是做的事？当然是他做的事比较重要啊。那就对了啦。阿木一直都在做，让你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谁没有过去啊？过去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就算他把过去给说出来，他也可以把那些坏的说成是好的，对不对？他结婚的事，他没告诉我。哈，他现在有老婆的？已经离婚了。那 OK 吗？你都离了婚了，他也离婚，这样你们就扯平了喽。他拒付赡养费给他前妻，怎么可以这样？是不是因为他没有钱，还是他有什么难处啊？你怎么到现在还帮他说话呢？你还相信这个人没有问题？我何止相信啊，我深信好不好？一个可以舍命救一个陌生人的人啊，他可以坏到哪里去？你自己想想看哦。嗨，你不是应该在家里休息的吗？你一天还在生我气，我就一天都睡不好。你不生气了？真的啊？我不想因为我的过去让你感到不开心，给我一次机会解释清楚好吗？我想过了，我应该相信你的，你不用解释。我也想过了，我应该告诉你的，因为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愿意听我说吗？我曾经创立一间网络公司，经过了几年苦心经营，终于上了轨道。脱手的时候市值几千万。既然是你辛苦创建的公司，为什么要脱手卖出？因为当时我发现我的前妻跟别的男人有染，我这才知道，原来她跟我在一起不是爱我，只是爱我的钱。你怎么知道的？一个人爱不爱你，你感觉得到的。
除非你自欺欺人。她是在我事业有成之后才嫁给我的。当时我觉得都是钱惹的祸，所以我就把公司卖了，把财产都捐了出去。毕竟你们是夫妻一场，你什么都不留给他，会不会做得太绝了？我把我们共住的洋房，还有我一半的积蓄，全都给了他，这样还不够吗？难道还要我每个月给他赡养费啊？对不起，勾起你的伤心事了。不过我认为，你还是对他无法释怀，还没有走出这段阴影。谁说的？如果不是你提起，我根本就不会想到他。是吗？你现在的心境，你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对过去一种逃避。你是在对他报复。你只会用不同工作来体验生活，其实是一种自我放逐。我只是不想被钱困扰，我想要过自由自在、开心的生活。你可以一手把网络事业建立起来，可见你对这方面很有热忱和兴趣。现在你放弃了你的兴趣，你的心血，你会开心吗？承认吧，你所做的一切，还是围绕着你的前妻，你还是放不下的。你对我隐瞒这些事，只字不提，就已经很清楚，你还是无法正面面对他。不是，不是这样的。阿木，我们还是暂时分开吧。我希望你能够好好想清楚，整理好过去，完全走出来之后，再来找我。我觉得这样对你我都好。没有牛奶了。不错。不错，醒醒啊！你不要想妈妈。不错。不错，你醒醒啊！不错，你醒醒！不错，你跟妈妈说话。爱情没有错，可人会脆弱。牵手的路上更丢了振作。告诉自己你该有更好的生活。说穿了，只想让我出事，现在躺在 ICU，昏迷不醒。
我知道你是心疼耀飞，你根本不爱他。那或许呢，不比你疼他。可是我敢说呢，我对不错的爱呢，绝对不会少过你的。不要再怪耀宗了。你看他虽然表面装得若无其事，但是我知道他内心的痛不比你少。我知道该做什么了。有时候我觉得，我跟龙华好像是不同世界的人。凡事都要付出代价，就看你拿什么去换，而且最后会不会后悔。我们分手吧。那么伤过